地道老广们精致的一天，几乎都是从点心开始的。狱中香茶，2件点心，悠哉悠哉叹个早茶，正是老廣們食不厭精的最佳寫照。嗰個點心，廣東點心嚟講係一個小食嚟嘅，攝一攝肚，咁所以佢點心要求係1口過，1盅2件，即係可能1籠點心蝦架，蝦架要2隻蝦，少少肥豬肉有啲筍就為之合格。咁但係而家啲人就做到好大隻，咩蝦餃王咁，其實就唔合格嘅。我係做翻好細緻、好精緻。梅姐想做出自己小时候吃过的广州味道，特意从香港请来了她认可的老师傅石锦红。石师傅做了30多年点心，以前是丽苑的点心总厨，有非常扎实传统的手艺。叉烧包被称为粤式点心界4大天王之母，最常见也最考师傅的功力。我哋個叉燒就係自己買新鮮嘅豬肉翻嚟，咁然之後就自己燒製、自己醃製，醃45分鐘，然之後就喺個烘爐度烘40分鐘，冇任何色素，冇任何嘢，自己燒製做叉燒。好多燒做出嚟，可能個叉燒包係乾巴巴嘅，但係我嘅要求就係個叉燒包做出嚟，你一搣開食嗰陣時間，就係有汁流出嚟嘅，嗰個就係個重點啦。客人哇食到咁嘅叉燒包，你會覺得點咧？食落去仲係流汁嘅叉燒包，嗰個就係靈魂啦。今日蒸嗰啲叉燒包得唔得 ？OK， 嗱個樣都好靚啊，個樣係咪？爆口啦，識笑啦，係啦，識笑啦。有少少見到爆口。咁我哋做嗰個效果咧，就一定要咁嘅效果，唔係摸落去好軟熟嘅。係。啊，咁令到客人咧搣出嚟食嗰口感係非常之靚嘅。好的叉烧包包型要松，大肚爆口，微微露馅儿，面皮香软不粘牙，馅料的肥瘦要搭配适宜。石师傅花了3个月，才做出自己满意的有灵魂的叉烧包。点心之王虾饺，以细褶捏成扇状，手工活过硬的师傅，一只虾饺上捏的褶子要不少于12道。饺子皮讲究皮色白且薄，呈半透明状，略略透出点虾色。而虾的品種、新鮮程度，則直接決定了蝦餃的口感。所以我喺選材方面，我揀係最好嘅。我唔怕貴，我要靚，要真，要原味。咁所以啲點心出嚟個味道就會與眾不同。为了寻找最好、最新鲜的虾仁儿，梅姐找遍了广州的市场，都不满意。这时，她想起了多年前回老家台山做节目的时候，有位林先生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渔民。早晨，今日水漲定水退啊？水漲啊？咁啊點樣出海啊？呢個咩嚟㗎？嗰個浮標。會唔會跌㗎？會，你踎低嘛？踎低，嗰啲成得㗎。啲講先。嗰啲成。啊邊個發明啊？呢個咁叻嘅呢個？把网下到海里，关掉马达，渔民们开始了今天的耐心守候。平日里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上随波逐流，是件颇为枯燥的事情。好在今天有老朋友可以叙叙旧。我哋好耐冇見咯喎。係啦，都有6年幾吧啦。6年幾啊啦？嗰時你嗰間屋起好未㗎？未。仲有啲咩古舊嘅人喺度啊？你飛髮嗰個伯伯仲喺咪度啊？喺度，依家佢80幾咯。80幾歲啊？仲剪唔剪到髮啊？啊！依家剪唔到啦，佢眼毛。
哦，咁啊冇剪噶咯有知咁啊。2个小时后，渔民们开始起网。林大哥的船今天上水量很少，只有一些小鱼小虾。习惯了跟时间赛跑的渔民，下了船，在沙滩上就开始进行买卖。卖剩的鱼虾，当地渔民喜欢晒成鱼干、虾干，而如果要包成虾仁，就得把新鲜的虾先冰上一會兒，才好下手。咁啊，林生點解台山嘅海蝦係最靚咧？應該係嗰啲水嘅鹹度啊嘛，嘅啱啊嘛。咁呢邊個鹹度係？我哋嗰度嘅鹹度，你台山嘅鹹度呢都係16啊、17、18咁咯。剝蝦人有咩技巧啊？首先都剝個頭先，係剝咗個頭，跟住後邊一擠咧就得㗎啦。係啦，一擠就得啦嘛，擠嘅嘛。嗱，因為出邊咧做啲蝦餃都係用啲冰鮮蝦同埋用啲養嘅蝦啦嚇。1蚊條蝦腸你睇下，哇！靚喺邊度咧？蝦腸係透明嘅。最開心咧揾到自己一路以嚟想揾嘅嘢，終於揾到啦。跋山涉水，众里寻他，只为找到那一味最完美的食材，与懂它的人分享。黄丽梅觉得，这就是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快樂。嗰啲咩名牌啊、手袋、衫褲乜都唔重要，美食係對我好重要。我心開間鋪唔係話揾住揾錢，佢能夠啲客同你分享到啲食物，講你好食，知道你用心。呢個係我做嘅最大收穫。一只小小的蝦餃，濃縮的卻是食材與手藝高到極致的精華。粵式點心用小詮釋了廣東人對吃得精的執着追求。小而精不易，大要做到精，其實更難。撬開蠔殼，輕輕吮吸。舌頭觸及到柔軟多汁的蠔肉，嗖的一下，豐富肥美的蠔肉進入口腔，綿密的宛如一個法式深吻。美國廚師安東尼·博爾頓的這段話被蠔粉們深深的認同。吃到蠔就像親吻大海那種感覺，把整個海洋吞下去，哇，太棒了！蠔爺陳漢宗用15年時間對蠔進行精細研究，將原本吃法單一的食材發揮到了極致。東方人和西方人都愛蠔，然而在如何吃好這個問題上，卻有着極大的差異。中國人看重味道，講究佐料的調和。蠔爺研究出的蠔門9式中，最受歡迎的是秘境金蠔王，精選6歲大蠔王，讓特製的滷水一點一點進入蠔，再配上特調的醬汁，金蠔的鮮、香、甘、甜層層進出，回味無窮。一道金銀蒜石鍋蠔王，蒜香四溢，入口難忘。油焗生蠔，放入青椒、洋蔥，用熱油把蠔燙熟，保留了蠔的肥美。西方人吃蠔簡單明了，喜歡生吃。有人不喜歡這股生腥味兒，而好這口的，恰恰是被它那種大海的味道深深吸引。我從小就在海邊長大，一聞到海的味道，感受到大海的自由寬廣。其實海風海水，在某些人聞到吸到是香味，但是我聞到了吸到了是香味。汕尾紅海灣是蠔爺的家鄉，蠔對海水質量頗有追求，水質優良，水溫鹽度適中，還要有豐富的海洋藻類和微生物，它才買賬。幼苗期的蠔
被豪民安顿在咸淡水交界处，等生长稳定了，才被放到蚝排里调养。每年农历9月到来年3月，正是蚝最肥美的时候。这个抽秧了，可以先烤了哈。哇，这个非常肥美。哇，蚝是靠海水来维持生命的，一打开以后会吐很多水。其实在我们家乡呢，我们都是叫水菜。我们这里这个海域是非常的干净。我的小的时候都是会来生吃，现在照样可以打开就可以吃的。生蚝捕捞上来之后，有的经过简单处理，新鲜滑入口中；有的则被用来生晒，靠的是干爽的北风和柔和的阳光。蚝爷的生晒蚝分2种，一种是风干金蚝，风吹10几个小时，变成淡黄色，它失去了一部分水分，却最好的保留了海水的芬芳。我们会挑这个规格会更大一点，就我们是拿来做蜜沁蚝，吃起来外面比较软滑，就是有蚝的香味，里面比较甜和脆。另一种是足足晒了10几天的足干金蚝，乳白色的生蚝慢慢渐变为赤金色、紫红色，最后转成紫金色。金蚝周身包裹了一层薄薄的油分，肉质细密坚韧，干香而有弹性，是阳光赐予的金子。实际上这个叫金蚝，是生晒的，生晒要晒到完全干，重量才剩下2层。蚝是用水煮过，再去晒干，它是熟的了，它的蚝油已经流失掉了，就是因为煮了那个蚝那个水来慢慢收干，精制以后添加一些其他东西，才变为蚝油。这个金黄色的，它就把这个所有的蚝油的香味就浓缩在一起。鲜蚝、风干蚝、足干蚝，在蚝爷的手里都得到了各自完美的呈现。煎、焖、炒、蒸、煮、浸，蚝爷把各种形态下的蚝运用到出神入化，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吃蚝这件事的认识。而蚝爷对美味的这种极致追求，源于童年时代食物的匮乏。放点五花肉下去，加一点点对对，有，这炒一炒啊，不能那什么。很香啊！换姜下去。啊，有没有想起你小时候那种味道？小时候太穷了，我呢是8兄弟姐妹啊，吃都没得吃饱。妈妈呢腌一点姜蚝仔啊，来送稀饭，最好的记忆了。对对对。好，太好吃了。是不是妈妈的味道？对呀，就是我妈妈太棒了，做这个，那时候就培养我现在就这么喜欢吃蚝的这个口味。并不富裕的家境，再加上潮汕人本就有着种地如绣花的精细，造就了蚝爷性格中的细致严苛，还有近乎执拗的执着。这份执着让他对蚝爱得深沉而痴迷。我们走了15年，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超过100种吃法，逐步从简单的吃法做到极致，
做到精品，但是我探索发现，里面有太多奥妙的东西，我会把这个过程还会一直研究下去，还会不断提升。葱跌咗落嚟，膠整翻佢少少。係啦，得啦，你就得㗎啦。张张无忌，美食摄影師，廣州很多餐廳的美食照片都出自他的手筆。哇！呢個喂正啊！呢啲啱好，啲光啱好。嗰條魚嘅狀態已經唔好啦。無忌是個典型的白羊男，對工作充滿熱情，覺得最有趣的事情莫過於挑戰和征服。張張無忌的意思就是，我想每一張照片都可以肆無忌憚地去拍攝。無忌最喜歡的攝影師是著名的戰地記者羅伯特·卡帕。他有個名言就是說，如果你拍得不夠好，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。所以我經常有一句話就是說，如果你拍得不夠好，是因為你吃得不夠多。曾經一度，無忌邊拍邊吃，毫無節制，以致體重不知不覺增了30斤。好在他意識到，便立刻懸崖勒馬，改為淺嘗輒止。倒不是全為了身材，而是怕吃得太多，喪失了對食物的慾望，就拍不出讓人充滿食慾的照片。哇！天氣咁凍啊，食啲羊肉湯啊！高佬，嚟，今日好肥喎，睇下先，啊，係啦，係啦，呢嚿唔錯，哇！要3斤啦，3斤先啦。拍攝結束，無忌與搭檔醉街，照例要找個地方吃上一頓。在飄雨的冬夜，到街邊的大排檔來一包炭爐羊腩，放鬆又暖胃。我識高佬好多年啦，佢咧係流動嘅，每一年咧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出現，而且咧每一年咧係天氣冷嗰時候先開始做，一做幾個月嘅啫。咁其他時間啦，高佬就翻鄉下噶啦，唔做噶啦。年年咧高佬就會打電話俾我，無忌你喺邊度啊？我哋開始做咯，咁我哋就會過嚟高佬度去跟住去食羊腩啦。我哋轉戰咗差唔多半個廣州城噶啦，去呢個羊腩煲，整好葉絲喺度，好香。無忌與生俱來有着一種對美食的敏感，而做了美食攝影師之後，他對食物有了更深入的好奇心，想研究它們為什麼好吃，怎麼做，哪個部位，什麼時候吃才最好吃。哇！你真係得喎，你真係食完一餐又一餐，接住嚟嘅喎，你真係果然是個吃貨喎。Sorry， 我唔係吃貨，知唔知啊？我哋廣州人係唔會講吃呢個字嘅，廣州人食嘢嘅係講食嘅，食咧係人字下邊一個良，我哋人咧就要食好嘢，我哋要食得好同埋食得精。嗱呢一啲羊腩咧就精啦，你睇呢個羊腩正嚿肉又肥。吃炭爐羊腩煲沒有別的訣竅，只有一條，要耐得住性子。通常來說，羊肉下到煲裡，還需要再在炭火上繼續煲上40分鐘，才能達到最美妙的口感。這時的羊腩被燜製的綿軟適口，非常入味。與羊腩堪稱絕配的有幾樣食材：一是大蒜，用醬料爆炒過，與羊腩同燜，等到蒜白吸飽了羊腩汁，那口感簡直可以用超脫2字來形容。另一樣是炸枝竹，在煲裡的時間不宜太久，最好是整體已經綿軟，但表面上還保留着一絲脆脆的口感。再有一樣就是生麵，羊腩煲吃到最後下一個麵，撈夠了羊腩汁，堪稱冬日裡的人間美味。呢個地方反差就太大啦，即係呢度等可以柔和啲，靚唔緊要，最緊要就係睇落去好食。你放咁大我哋先流口水。我一直夢想我有一個這樣的地方，在餐桌旁邊就是一個廚房，廚房做出來的菜第一時間放在餐桌上面，那時候它的狀態是最好的，我迅速的把它拍攝下來，然後把它迅速的解決掉。
所以就有了踢馆。踢馆是吴忌和醉街为自己、为美食、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造出来的一个梦想厨房。今晚，他们要在这里打造一个平安夜大餐。吴忌的另一搭档 Chris 很小就去了巴黎，在那儿学习了厨艺。今晚的大餐由他主理。嚟啊！整翻個法式下午茶先。有班朋友要過嚟食飯。哦，咁啊，一齊買餸咯。呢個好啦。塔斯馬尼亞紅燒肉，呢個係美國嘅。與老一輩的廣州人相比，吳忌和 Chris 更加開放。他們非常樂意接受地球村為烹飪帶來的各種便利，挑選食材的視野更加開闊而國際化。法餐啦，食得多啦，我哋食中餐，你整中餐係啦，係有啲難度，等我諗下先嚇。美國頂級唔發，嗱我年頭咧去咗澳洲啦，就拎咗個塔斯馬尼亞啲薰衣草翻嚟，咁我就整一個薰衣草紅燒肉俾你試下。紅燒肉，中國紅燒肉，但係用澳洲塔斯馬尼亞嘅薰衣草。應該係中西結合啦。法餐嘅元素梗係有啦，因為我會可能用紅酒啦、黑醋啦落去整。放心美國肉，澳洲塔斯馬尼亞，然之後法國元素係啦，中餐做法。好正，係啦。喂，我哋翻嚟啦！来望住。对于吴忌、醉街和 Chris 来说，走进厨房早已超越了工作二字，而是成为了天底下最能让他们产生幸福与满足感的事情。男人与美味，此时有了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微妙的关联。这种气场，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爱美食的朋友聚在了他们的身边。我唔中意你啦，呢時刻已經唔中意。海啊，俾一杯白葡萄酒我一晚，氣泡酒我都得嘅。係，嗱呢個有炒米啊！Merry Christmas！曲终人散，吴忌还要赶回家去，两个孩子在盼着爸爸回家。啊，肚唔肚餓啊？想唔想食嘢啊？嚇！我今日整花甲俾你食啊，好嘛？好啊！識唱歌嘅花甲喎。對於孩子們來說，2015年平安夜裡，爸爸用野餐爐烹煮的這一鍋會唱歌的花甲，必定會成為日後記憶中爸爸的味道。好唔好食啊？好食咧，好鮮甜啊！善待食材，把每種味道發揮得淋漓盡致，精打細算，簡單如一日三餐都能打理出入口難忘的滋味。正是這種日常的精緻，這種對食材的用心研究，對食物的達觀與尊重，才是老廣味道真正的靈魂與格調。